不想超越美国，而是超越自己。这是中国2021年说过的霸气语录。很多人会很奇怪，超越美国不是很伟大的事情吗？为什么会不想超越呢？也有人说了，我们根本超越不了，只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都不准确，只要看看中欧班列就知道了。中国要的不是称霸世界，而是世界共赢。而中欧班列打造的就是一个共赢的世界，它是一个注定改变世界格局的陆运交通。大家好，我是熊猫。最近关于中国棉花和苏伊士运河的事情，在全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有些人说苏伊士运河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是中欧班列，以中国为代表的陆运模式可以取代美国为代表的海运模式。也有人反驳说中欧班列根本取代不了海运。其实这些都片面了，根本没有看到中欧班列的实质。中欧班列从来都不想超越海运，但格局太小，中国要的只是超越自己。中欧班列改变的是中国乃至欧亚大陆的物流格局，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可以改变世界物流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刻认识一下中欧班列的重要性，以及它是如何改变中国，甚至是改变世界格局的。老规矩本期视频高能硬核，可以先点赞再观看哦。看完出去吹牛都有资本甚至能颠覆对整个中国的认知。苏伊士运河发生事故后，大部分机构普遍预估可能带来100亿美元的损失，很多国人表示不屑，包括都有在嘲笑。实际上这是真的有可能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全球制造业和货运格局，也方便接下来对中欧班列的理解。全球制造业分为2个阶段，一个是资源集中阶段，落后的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低价的原材料，然后购买其高价产品。第二个是全球分工阶段，全世界廉价的原材料集中于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组装后的产品再分销到世界各国。在这个资源集中和产品分销的过程中，世界的制造业和经济都被捆绑在一个经济链上，这个经济链就是我们常说的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将全世界连接在一起，只要有一条供应链断掉，那么整个世界的制造业都可能因此受到冲击，甚至是停滞。比如我们最熟悉的缺芯导致手机、汽车产能下降就是如此。所以在供应链中，物流是重中之重，以往主要是通过海运和小部分的空运来实现的。可以说海运停止一天，全球制造业都会因此面临巨额的损失。英国冒险家雷利有句世纪名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整个世界。所以从第一个工业革命开始，全世界各国都在争夺海洋霸权，英国、葡萄牙、美国都是如此，这些国家被称为海权国家。所以想要看清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背后，我们先集中来看下全球的供应链。全球大约有15%的货船要经过苏伊士运河，每天超过数十艘重型货船通过此地。在苏伊士运河堵塞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超过300艘货船被堵在这里，此后又很快上升到400多艘，在更远处的还有更多的货轮被迫改道，受到影响的货轮超过500艘。可以说苏伊士货轮堵塞的背后带来的影响是全球供应链因此而停滞。世界保险业巨头阿联酋因此预估全球贸易每周损失上百亿美元，甚至部分机构悲观的预估每天的损失都会达到100亿美元。到底有没有100亿，我们没必要深究，看看就好。但是中欧班列却因此火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的数天内，中欧班列的订单暴增200%，所以很多自媒体就嗨了。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欧班列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逻辑听着好像很对，但是很多自媒体就跟着狂欢，吹嘘一波，甚至上升到中欧班列可以颠覆海权国家。但是熊猫要说的是，根本不是这样。这些人不仅逻辑错误，而且格局也太小了。中欧班列的成功根本不是苏伊士运河带来的，它的崛起是中国数十年探索出来的道路，但是它不是颠覆海权秩序，而是改变世界物流格局。那么它究竟是怎么诞生，又是如何改变的呢？这就要说到西部大开发，甚至上升到一带一路倡议上。它是西部大开发的成果，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看完就知道中欧班列为何如此伟大。中欧班列的诞生还要从西部大开发说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经历上百年的磨难后，终于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呈现出一片百废待兴的面貌。虽然在东部地区的开放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可能是小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是极大的隐患。如果继续放任不管，中西部差距将继续拉开，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就会受到威胁。如果管控严格，又势必会影响刚刚启蒙的东部工业。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东部是中国工业未来10年的核心，而西部是中国经济未来100年的希望。到底该如何取舍，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谁来抉择，只能落到世纪伟人的身上。正当很多人犹豫不决的时候，世纪伟人提出影响中国100年工业格局的战略。这个战略包含2个大局：第一大局，不能放弃工业基础，继续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要以大局为重；第二大局，不能放弃中国经济的希望，国家富裕后要全力发展中西部，东部要以大局
局为重。而这两个大局在很多人看来是2次牺牲换来的。第一次，东部享受资源的倾斜，中西部人口开始往东部迁移，于是有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工业20年。第二次是东部人民，东部省份的 GDP 常年领跑全国，国家投资西部的资金，这是东部努力挣回来的钱。2次牺牲，2次相互成就，说白了就是先富带动后富。中国的10年基业我需要，100年希望也不放弃。也正是这两个大局的战略，帮助中国走向了腾飞。当然，这是很多人的理解。其实，在更深层次，不应该叫牺牲，而是叫整个中国的卧薪尝胆。想想看，如果有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东部优先？答案是没得选择。优先发展东部是全球供应链的选择。历史上发生过2次产业转移，第一次，欧美产业升级，将淘汰的产能转移至亚洲，4小龙借机腾飞；第二次，亚洲4小龙产业升级，又急需将落后的产能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哪里？印度、越南、缅甸还是中国？那时哪一家都有可能，几个国家的人民都穷困潦倒。但是当资本国家环顾一周以后，发现只有中国才是最完美的那个男人。所以对于资本家来说，中国庞大的人力就是一次掠夺的机会。但即使是资本愿意，如果中国自己没有准备好，那也无济于事。所以才会有了优先发展东部的抉择。中国和全球供应链选择东部，只是因为东部靠海，具备承接的能力。由于全球产业分工，海运的价格更具优势，所以最适合承接发达国家淘汰的产业链，东部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或许很多人会痛恨这种行为，但是痛恨是最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中国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机会？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但是只要成功了，民族的复兴就将迎来希望的曙光。所以这是一次牺牲，但我更愿意称它为卧薪尝胆。这个卧薪尝胆注定是痛苦的。在这个产业转移中，资源和人口开始向东部沿海迁徙，很多中西部的人来沿海务工，自己的家乡却十日九空。空心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名词都是这个时期开始出现的。所以优先发展东部，那是最明确且无可奈何的选择。它无关东西部哪个牺牲较大，而是我们民族的一次自救。但这种选择肯定不是最完美的，因为东部人民永远忘不了西部的同胞，那里还有大量身处贫困的人们。于是西部大开发来了，东部城市要开始反哺西部地区。1999年，距离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这2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的 GDP 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整个东部工业地区更是欣欣向荣。中国开始向着世界工厂的名号进军，但在这繁荣的背后，有一个隐患却一直在放大：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到底该如何解决？西部占据全国2/3的领土，但是全国 GDP 前10的省份里，沿海地区就占了6个，剩下的4个都被中部包圆，而西部地区则1个省份也没捞到。改革西部大开发在1999年正式被提出，仅仅在2年后的2001年，15规划政策出炉，目标直指西部大开发。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 1.0 版本正式开始，大量的政策和资金开始向西部倾斜，目标是依托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为西部连上血脉。说白了就是基建，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水利、交通运输、电网3大基建迅速铺开，其中最经典的代表就是青藏铁路。当基建建完以后，东部城市积累的财富、技术、经验，甚至淘汰的产能也可以顺利转移。在国家的规划里，西部应该作为承接东部产业链而存在，这样中国就可以发展从高端到低端的全产业链。那么它能像东部那么成功吗？很抱歉，答案是不能，真的不能啊！无关技术，无关能力，无关我们是否用心，而是地理位置决定的。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链的时候，才发现物流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我们以重庆为例，海运虽然速度慢，但是载量大，费用低，这是它能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原因。全球90%的货物通过海运的方式流通，而空运速度快，费用昂贵，成为全球货运的补充运力。以往的物流格局主要以海运和空运为主，这个格局经历数十年，从未变化。但是这2种运输方式都不适合重庆。走海运的话，重庆货物必须经过长江水务或者铁路到达东部沿海，再通过海运运送至欧洲、美洲，这个过程需耗时2个月。2个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重庆生产的春装到了欧洲都快夏天了，夏季凉鞋要到秋天才能到达欧洲，这样的时效没有任何的优势。如果仅仅没有优势那倒还好，但对于价格变化较大的原材料和产品来说，时效就是致命的缺点。比如手机，大家都在重金争夺首发，2个月就意味着新手机都可以当成旧款来买了，所以物流问题一直成为西部的痛。地理位置决定西部无法像东部那样有海运的便利，而空运的更加不靠谱，不仅价格贵，而且运力也是问题，承载不了大体积货物的运送的需要。所以西部大开发持续了整整10年，但很少有高科技企业落户，很多工厂甚至宁愿去印度、去越南，都不愿意去西部。印度、越南在欧美国家的支持下，甚至喊出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口号。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西部开发到底怎么开发？
它能不能承担中国需要转移的产业链呢？这些问题都被物流难住了。物流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以往以海运和空运为主的物流格局。既然海运和空运不行，那么走陆运呢？于是所有人都把目光重新投放到地图上。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古人早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这是一条途经新疆、直达中亚和西亚的道路，而这条线只需要再往前稍微延伸一点，就可以到达欧洲。它可行吗？理论上是可行的。铁路的运输速度比海运快3倍，但是价格只有飞机的1/5，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但是问题同样不少，比如国家众多、环境险峻、铁路轨距不同等问题都需要解决。该如何解决？当然是实践出真理，路都是走出来的。所以中欧班列来了，而这个螃蟹注定只有敢于创新的人才能吃到。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重庆。2011年，全国第一条中欧班列渝新欧正式出发，它搭载惠普、华硕、红旗等数码产品，从重庆出发，途经阿拉山口，终点是德国的杜伊斯堡。这条铁路无疑开创了中国跨国铁路运输的先河，也在欧亚大陆上连接了一条大动脉。但是这个大动脉是极其脆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和先前的预期相差实在太多。首先它不仅没解决各国轨距的问题，前面几次发车还面临着返程空车的问题。跑过车的人都知道不管是载人还是载货，只有来回都载满了才能挣到钱。在原先的预想中，渝新欧如果想要盈利，需要每周至少有3到4趟的班次，每次返程略有货物才能盈利。结果事实正好相反，不仅返程没有货，连班次都只有每周1次。按照这样的货量，中欧班列运营成本根本就收不回来，可以说发一次亏一次，不发车也在亏，因为该有的人工和维护成本都需要支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渝新欧班列都是靠政府补贴才能勉强维持，甚至被外媒嘲讽为赔钱挣吆喝。当时连中国的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面子工程，中欧班列真的能行吗？中国的答案是能行。要想吃螃蟹，注定要承受痛苦；要想重现丝绸之路的辉煌，也更加艰难。不拼尽全力，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所以渝新欧班列不仅继续发车，而且是顶着质疑不断发展。不仅如此，此后还有更多的班列加入其中。2012年10月，汉新欧货运专列正式开通；2013年4月，荣欧快铁也加入行列；2013年7月，郑新欧货运班列加入进来。越发车越亏损，越亏损越发车，多条中欧班列在补贴中越跑越快，越跑越多，甚至这几个城市为了抢夺班列，不惜亏本，打起了价格战。所有人都在问中国到底在做什么？答案是在图一场大局，一场足以改变中国下个10年甚至100年的大局。翻开地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清世界格局。亚欧大陆拥有75%的世界人口，60%的世界消费市场，中国正位于人口和市场的核心。中国北面是饱受制裁的俄罗斯，我们西边是资源丰富但是发展落后的中亚各国，更远端的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中国的东部则是号称4小龙的日新韩等发达国家以及地区。加上中国东部地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全的供应链，唯独空出来的一块区域是中国西部。只要中欧班列一直在跑，西部也就跟着一起跑，跑得越多，跑得越快，中欧班列的优势就越大。它比海运快，比飞机便宜，对注重时效的电子产品、汽车、奢侈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吸引力就越大。没有货运怎么办？那就找企业落户，如果还不够，就去全国找货品，用免费的方式接你过来体验。为了推销中欧班列，各地班列展开了浑身解数、优惠、专车服务等等等等。可以说一改政府往日的佛系服务，贴心的就差做牛做马，而效果也非常显著。企业体验过班列后，就再也挪不开脚步了。为什么呢？我们来做个比较就知道了。一辆汽车的出口需要从中国沿海出发，在海上漂洋过海1-2个月才能抵达欧洲，但是通过班列，运送时间可以缩短1倍，而价格只是往上涨1点，资金周转率也变快了。中欧班列的货运量越来越大。2014年时，渝新欧班列从每周1班加密至每天1班，中欧班列彻底火了。越来越多的高新企业开始注意到中欧班列，宁愿花钱把产品从沿海转到重庆、郑州、成都等地方去搭载班列。2020年，中欧班列最火的一年来了。由于疫情影响，空运几乎停滞，海运也供不应求，各国对于疫情物资的需求分秒必争。中欧班列迎来了大爆发的一年，很多企业只能排队，甚至无奈摇号才可以搭载。直到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本处于海运物流末端的中西部，突然变成了陆运物流的前端。中国打造的中欧班列，
竟然一举将地理劣势变成了优势，一次尝试与坚持竟然改变了世界的物流格局。或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与坚持，所以我才说中欧班列的崛起根本不是靠苏伊士运河事件带来的，而是中国人用血和汗摸索出来的。说苏伊士运河让中欧班列崛起的，就好像说中国抗日成功是欧美施压的一样，对卧薪尝胆的中国人来说是何其的不尊重。来，同意的在弹幕和评论里扣个1。但这还不够，中欧班列带来的好处远不是变废为宝，它要的是持续发展，甚至前面说的图谋一场西部大变局。这个变局就是产业链，而这才是中欧班列的伟大之处。以重庆为例，借助中欧班列的优势，重庆在班列的发展过程中疯狂的招商引资，以往协服企业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内地，开始驻扎了一大批工厂，广达、惠普、红旗、华硕等制造基地纷纷落户重庆，而这些品牌商带来的产业链更大，富士康等6家中国台湾代工厂以及300多家配套的零部件企业紧随其后。在整个“十三五”时期，重庆的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年均增长超过8%。“十四五”期间，预计工业总产值超过3万亿，还将建成多个产业集群。西部到底如何开发？重庆和中欧班列给出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的成绩上。2013年后，西部地区的主要经济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常年位于全国前列。重庆更是冲上了全国城市 GDP 前5的位置。西部，中国未来100年的希望是真的有希望。重庆这座中欧班列的尝鲜者，一直走在创新的前列，建议此处把重庆牛打在弹幕上。我为什么说中欧班列取代海运的格局太小？一方面是它取代不了，另一方面它是在重新构建供应链，它要改变的是物流格局、供应链格局，甚至是贸易格局。在解决了国内销路的问题后，中国西部隐隐有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华迹象。但这还不够，丝绸之路的核心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将产品卖出去了事，更是要将产品买进来，在买卖中持续发展，这才是商业繁荣的根本所在。它不仅仅是要服务于中国产业链，更是要服务于国内外的贸易，在买卖中将中国打造成陆运枢纽，而这个枢纽依靠的是另外一个伟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中国在中欧班列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覆盖的是跨国经济带，比中欧班列更大，产业链更深。如果说中欧班列改变的是物流格局，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改变的就是欧亚贸易，甚至是世界贸易格局。2021年，当美国总统宣称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时，中国霸气地回应道：“中国的目标不是超越美国，而是超越自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中欧班列和“一带一路”倡议是怎么做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和支撑，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2014年10月，西部内陆地区第一个整车进口口岸落户重庆。2015年6月，渝新欧班列首批跨境电商回程。2016年，首批欧洲进口药通过渝新欧班列抵达重庆。中国正在用庞大的市场将欧洲一批批货物运回中国。重庆正在成为跨国陆运枢纽的代表，在它之后的郑州、义乌、武汉等城市也不遑多让，甚至连广州、新加坡、韩国等城市和国家都参与进来，获得的收益不只是有中国，连合作的国家也是收获颇丰。这一点德国拥有最大的感受。杜伊斯堡作为德国鲁尔区的一个城市，历史上也曾经辉煌过，是著名的煤钢工业区。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最终没落，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认识。但是作为渝新欧班列的最后一站，杜伊斯堡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每周能接收30趟左右的班列，货运量急剧增加。中国班列公司、中国物流公司、中国贸易公司等3000多家中欧企业入驻当地，为这座城市增加了2万多个岗位。杜伊斯堡俨然成为了欧洲重要的陆运港口，以它为中心，可以辐射整个德国，甚至是西欧。中欧班列的到来，使这座城市的人才、交通、贸易、水运港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杜伊斯堡的成功就是中欧班列的成功，它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迅速成为该国甚至是更大地区的物流中心。而类似这样的城市还存在于波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甚至是中亚国家。这些都是中欧班列和“一带一路”倡议改变贸易格局的体现。目前全国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达到了数十个，西藏、内蒙、甘肃等大部分西部城市已经全线开通，累计开行超过2万列，通达欧洲大陆18个国家、57座城市。可以说中国主导的跨国陆运版图正从西部延伸到中西部，甚至是东部共同发力。一张由中国中西部城市辐射向欧亚大陆的陆运交通版图正在徐徐铺开。但是这就够了吗？我说了，中欧班列不是要取代海运，它还取代不了。像货运量大的煤矿、钢铁的大宗物品也是世界供应链的基础，中欧班列的运力注定无法承载。它提供的是欧亚板块上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的另一种选择。至于海运问题，则交给“一带一路”倡议来解决。它构建了海陆2条贸易线，说明中欧班列不是为了取代霸权，而是重塑世界格局，其核心就是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畅想。
而中国超越的远不是一家独大的漂亮国，而是曾经那个辉煌的自己。好了，我是熊猫，请各位关注加点赞，我们下期见。